大脑疲劳、脑雾、健忘、常常宕机，如何让大脑变强？每天做好这一件事，照对红光能养脑。LED 红光面膜仪用在美容护肤上面，想必大家已经听说很久了。看完我今天的影片呢，你会清楚地认识到，红光照射不是只能够做美容。如果你选对了红光的波长、瓦数、频率、面板大小，每天呢照射红光可以让你大脑变强。我会跟各位介绍呢，所有照对红光的这些医学研究报道，包括呢第一个，如何让你变聪明；第二个，改善睡眠；第三，抗忧郁、抗焦虑；第四，改善你的中风后遗症；第五个，减缓阿兹海默症和帕金森氏症的恶化。这些呢，我会用深入浅出的方法跟你说明。我也会告诉你呢，到底它运作的这个原理是什么。那么近红外线跟远红外线又有什么差别？我也会帮你呢，整个一步到位的分析清楚。那么其实在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呢，美国的 NASA 他们就会用照射红光来帮太空人加速伤口的愈合。那红光的这个美容面膜仪啊，它用来做养颜美容，可以增加胶原蛋白，这已经流行了好一阵子了。大家呢上 Amazon 去订一下呢，就可以直接买到各式各样的 LED 美容面罩哦，4000块、5000块、14000、15000都有。那么红光和近红外光，一般人目前已经知道的好处呢，包括抗发炎、减轻关节炎、风湿痛。第二个是促进伤口的愈合和疤痕的修复。第三个就是胶原蛋白的增生，还有减少皱纹。那么第四个呢，有人认为呢，可以增强免疫力，抵抗感染。那我今天要跟各位讲的是呢，大部分人比较还不知道的，就是红光它养脑的作用。对于养脑的话，我们事实上应该说最重要的是近红外光哦，尤其是呢，如果是要抗焦虑、抗忧郁啊，解决失眠啊，或是家里的人有人中风、帕金森氏症或失智症啊，你用对的红光来照射，可以延缓他脑的退化，改善他的症状。那我讲的红光照射，就像刚刚讲的一样，不是只有红色的可见光，而是包括了不可见的近红外光，但是并不包括远红外线。那么现在在红光，我们认为是630奈米，近红外光是880奈米，这两个是最好的波长。所以你买的时候，你一定要 cover 到这两个波段。那我最近刚刚从美国进口一台超大的 LED 面板红光仪啊，它这个面板有650公分哦。那么你如果放的位置正确的话，它几乎是可以覆盖全身。那它当然就有630奈米跟880奈米这两个波段。那平均1平方公分可以有75焦耳，那它的频率可以到10000赫兹。那因为我自己的父亲呢，他就是有帕金森氏症啊，那他在病程10年之后呢，就卧床啊，那经常就会有褥疮啊，要清创啊。或者说呢，我们的客户里面也有人失智症，一直怀疑他的配偶有外遇啊，常常就去报警。那再来的话，是我们有一位贵妇的客户呢，她原来经济大权在她的手里，所以虽然她老公有小三，她也不在意啊，她也不怕。可是呢，后来她一被诊断出来失智症之后呢，她所有的这个财经大权啊，全部就被拿走了。就因为这件事情，人家就有一个理由，就不让她管账了。所以后来呢，她就失去了她自己的经济自主权啊，跟经济大权。因此呢，我觉得养脑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啊，我非常的注意养脑这件事情，所以我才能够在52岁的时候还能够考上律师。那在光是你最好的医师那一集里面，我跟各位介绍过光生物调节 （Photobiomodulation）， 这个就是说呢，光可以去左右你身体里面的代谢跟你的生理活动。那我也跟各位介绍过说，为什么半夜3点你会醒来啊？就讲到，如果你不方便去晒太阳的话，你可以改用红光照射。你可以用红光来刺激你的松果体，就是你的第三眼，可以刺激它分泌更多的褪黑激素，然后去校准你身体里面的闹钟哦。那我们最重要的大闹钟是视交叉上核嘛，有曾经跟各位讲过。那藉由这样照射红光的话，也可以帮助你增加你的深层的睡眠。那现在我就来详细跟各位说一下研究报道。在2023年的时候，有一项综合的报道，它就是提到呢，红光的照射可以呢增强你的脑力 （brain power）， 然后改善你这个脑雾、脑混沌 （brain fog） 的情形。那目前呢，有学者他就整理了1997年到2022年关于红光照射改善认知功能的临床研究，这总共呢分析了35项的研究报道，发现80%以上的研究呢，都确实认为呢，它会使你的认知功能上升。那在失智症相关的9项研究里面呢，是100%都有脑力的改善。
那如果是外伤造成的脑损伤，比如说是被 K 到、被 A 到、车祸等等这些的话呢，也是一样，将近90%都可以有帮助。那科学家的解释呢，就是这个红光进来之后啊，透过你的颅骨进来之后呢，它可以增强你的粒线体的活动。那红光它可以促进你大脑的血液循环和再生能力，所以呢，它也能够提升记忆力啊、注意力啊这些就是我们所谓的认知功能啊，注意力、学习力啊、专注力，还有那个记忆力这样。那2012年一项研究，它是以中国女子篮球运动员来做对象。他让他们睡前2个小时全身照红光，这样整整做了2个礼拜14天。那显示呢，照红光的这一组跟对照组没有照红光的呢，明显是有照红光的这一组，他们的睡眠品质改善。近红外光不但被证实能够提高你的学习力、记忆力、认知力、专注力。2024年的这一篇研究呢，还证实呢，它可以抗焦虑、跟抗忧郁、跟改善精神疾患。因为一直以来呢，西医对于精神疾病的药啊，认为其实帮助不大。那我3月底的时候跟高中同学聚会，聊到说我们同学的亲戚啊，他有思觉失调。那他吃了很多的精神科的用药之后没有效，他甚至是在脑袋里面装了晶片，但也没有改善。最后是找通灵的，反而呢更有效。那精神科的用药呢，还会带来许多的副作用，近红外光呢则不会有副作用。所以呢，在被证明可以去帮助这种严重忧郁症跟焦虑症的患者之后呢，这个是被大家赋予很多的期待。那这个2024年的研究里面，它的近红外光他们用的频率是40赫兹，那主要是针对在海马干细胞，因为海马回啊，在脑袋里面海马回这个地方是跟情绪障碍非常有关的。那结果照了红光之后，就发生这个海马回的干细胞的增生啊，就是再生现象变好，改善了他的情绪障碍。那么2020年的研究呢，又发现它可以改善中风后遗症。因为中风就是血管阻塞之后呢，会造成你这个周边神经组织的坏死，而且会诱发很多 reactive oxygen species。那么利用近红外光的照射做 photobiomodulation， 它会降低中风之后的 reactive oxygen species。那么用近红外光照射2个小时之后，我们再去用核磁共振对脑部做进行摄影啊。我们发现啊，它的脑伤的区域缩小了2成。那做了7天跟做了14天呢，在14天之后啊，它整个缩小1/4。那如果我们延长照射的话，甚至可以给脑伤区域啊改善整整1半以上。那近红外光的治疗呢，也可以加强你的脑内啡啊，就是 endorphin 的释放。那我们知道 endorphin 是一种让人快乐的一种分泌物啊，所以它就可以帮助你忘忧哦，它是一种忘忧神经物质这样。那么2016年的一项研究证明呢，近红外光可以减缓阿兹海默症还有帕金森氏症的恶化。它的研究发现，它是透过保护你的脑细胞不要死太多、死太快，来减少恶化。为什么呢？因为呢，虽然我们帕金森氏症、失智症我们有用药，可是呢，我们没有办法减缓脑细胞的死亡，也没有办法呢抑制它死亡的速度。所以如果我们透过红光可以减少它的死亡，然后让它死得慢一点，死得少一点，那么阿兹海默症跟帕金森氏症呢就可以被延缓。那特别是近红外光呢，我们叫做 Near Infrared， 它现在呢正在成为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方式，能够去阻止脑细胞的死亡。那先前的研究呢是用 Near Infrared 来治疗缺氧或者是毒素或者是基因突变或者是粒线体功能不良而受损的脑，这些都已经有取得巨大的成功哦。那在2016年的这一篇研究里面呢，使用 Near Infrared 来作为阿兹海默症跟帕金森氏症患者的治疗呢，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做法哦。但是也发现到它对于脑的保护潜力非常的令人兴奋，日后甚至可以发展到治疗其他的疾病，比如说是多发性硬化症啊、渐冻人哦。那如果疾病的早期我们就开始使用 Near Infrared 的话呢，可以除了保护脑细胞不要死得太快呢，也可以同时的去跟其他治疗合并。比如说呢，药还需要吃，我们用 Near Infrared 来做第一线的治疗呢，我们发现吃药的剂量可以减少，或者是说可以延长我们药物治疗的疗效，因为有的人他到后来吃药就没有效了，不管你加多重都没有效。那如果我们是有做脑部深层刺激装晶片的帕金森氏症的朋友们，我们可以透过手术的时候呢，植入近红外光的光纤管，感光的，那可以发光的，这样可以去做对你的脑细胞做保护。
那2018年呢，多项的研究是证实了红光跟近红外光照射能够刺激粒线体啊。因为呢，粒线体我们跟各位详细的解释一下，就是你细胞里面的小电池。你不可能呢每一天只靠晚上睡觉的时候充一次电嘛，所以你的脑袋运作很忙，它随时都需要充电，所以你的细胞里面都是有自备小电池的。那么这个小电池里面有晶片啊，晶片上面有电路板。那这电路板我们叫做呼吸传递链，或者叫电子传递链哦，在医学上是这样子讲。那这电路呢有1、2、3、4，我们从 complex 1、complex 2、complex 3、complex 4，总共有4个 complex 啊。那 complex 4呢，我们就叫做 cytochrome oxidase C。它是我们的感光器啊，我们细胞里面的感光器，或者说你认为是你晶片里面的感光器。那我们可以讲说呢，如果我们用红光或者近红外光去照射到的时候啊，你这个 cytochrome oxidase C 啊，它就可以帮你感光，然后呢去促进你的电池生电。那一般我们可能说生电生个几焦耳，但是我们医学上说 ATP， 也就是呢你的这个细胞里面的小电池呢会生很多的 ATP 出来，产生很多的电力，增加好几成。除此之外啊，你的大脑吸收了红光、近红外光之后，会释放钙离子。那这钙离子会增强你脑神经的代谢，它可以抗发炎、抗凋亡、抗氧化，促进神经的再生。那红光照射跟近红外光照射对于失智症跟帕金森氏症、中风、脑外伤、忧郁症，这些都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经过颅骨去做这个光生物调节，它的剂量呢是很大的重点。不是呢，你用这个美容仪就可以来帮助你的脑，你必须要你的强度要够能量的强度要够。我们来跟各位分析一下，我们刚刚讲到我目前进的这一款的话呢，它每平方公分可以达到75焦耳，然后它的频率可以从1到1万赫兹。那我们去看一下这个美容面膜仪照红光的话，你去看一下，它大部分就是大概1平方公分就是10个毫瓦那10个毫瓦的话呢，其实它就是呢1%焦耳而已那你看我的1平方公分是75焦耳，但是呢，你们在用的这个美容面膜仪的话，它1平方公分的话就是只有1%焦耳，所以它其实是非常弱的，它对于你的脑不够，因为我们对于脑的照射，我们要能够穿透颅骨嘛。最后跟各位总整理一下，红光照射跟近红外光、远红外光是什么样的差别呢？其实刚刚提到的可见光、红光大部分指的是波长呢620到700纳米左右的这是看得见的红色的光。那么近红外光是看不见的，你其实看不见它有红色，它是700到1001纳米左右不可见的光。那红光跟近红外光它们都有 photobiomodulation 的效果，能够穿透皮肤好几公分，可以直接作用到细胞。那主要呢，它是作用到细胞的粒线体，就是你细胞里面的小电池。那你这个小电池吸收了这些特定波长的光之后呢，它就会制造更多的能量，我们叫 ATP 这就是细胞能量的医学上的术语。那如果不理解的话呢，就记得说呢，你的细胞的电池被充满了，现在满格了。那你有电，你有能量，你各样的功能你就会加强，就会精力充沛。所以如果是皮肤就会制造胶原蛋白，如果是毛囊就会长出新的头发，如果是脑细胞就可以去修复受损的组织，然后你的身体各部分就逐渐的改善。那远红外线大家常常听到，它是波长3000纳米以上的不可见光，它其实是看不到颜色的。如果你以为你家的远红外线有红色，那是因为它有加了一点红光去提醒你这里有东西要出来。它主要是跟你皮肤表层的水分子振动产生温热感，所以还可以用在沙拿、用在热敷帮助你的血液循环，然后肌肉放松。那我们用这个远红外线的 sauna 就会觉得筋骨舒畅，也是因为这个热效应舒缓了你的疼痛跟紧绷。但是远红外线是透过热效应来间接作用，跟你这个红光、近红外光是直接作用在你细胞的小电池、粒线体，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未来在选购红光疗法的设备的时候呢，你要注意分辨是哪一种类型的波长要注意，然后能量要注意。光照的强度一定要够强，那但是呢，也要间歇的照，就是一闪一闪一闪这样子所以这个频率也是很重要的，这些都有关系。故事说到这里，相信你也看出来了，红光照射
并不是江湖传说，它是真正的有真材实料的科学支撑着。当然呢，我们也不是说红光就是万能的灵丹妙药啊，有病还是要吃药哦。但是只是说呢，如果健康的突破点，也许呢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复杂，一束光也许可以启动你身体里面自我疗愈的开关。虽然呢压力很大，很忙碌，你觉得常常身体被透支，但是呢总不能一直靠吃药，你不妨来了解一下红光的照射。目前市面上有许多的家用型的红光设备，记得要遵循专业的建议和安全指引，避免直接的用眼睛去对着这个强光哦。只要安全的使用，红光照射对于大部分人来讲都是温和，没有副作用的。你是不是也对红光刮目相看了呢？或许改变健康的方式不是只有吃药和做运动，偶尔呢可以躺着照照红光，也可以让你的细胞活蹦乱跳起来呢。如果你正在为失眠、大脑疲劳、脑雾、皮肤老化，或者你是在家里呢有长辈有帕金森氏症、失智症，你不妨试试看这个养生的新宠。人生没有什么灵丹妙药，但是红光照射也许是一个出乎意料之外的捷径哦，帮助你找回你失去的健康本钱。不妨给自己也安排一个红光假期，让你自己呢细胞充电，让精神呢恢复满格，满血复活。说不定再过不久，你的改变也会让人惊讶不已呢。我是王丽慧，下次再跟各位继续聊聊我们身体里面的小剧场。